这是纽约生活消费水平地图，颜色越红代表所需要的生活支出越高。然后这是曼哈顿区，2018年中心区域的一室一厅售价已经轻松突破100万美金，而如今豪华一些的公寓则可以在后面再加一个零。然而如此寸土寸金的地段中央，却被圈了这么一块840英亩，相当于480个足球场的绿地，并以公园的形式开放给公众，成为纽约市的标志风景线之一。有人算过一笔账，只要卖到其中的2英亩，大约可以换得7.5亿美金的收益，而你只需要花费74美元，就可以乘坐这样花枝招展的马车尽情畅游一番。为什么纽约中央公园从未被卖掉，可以屹立至今？19世纪早期，许多欧洲居民为了逃离战乱而选择了远渡重洋来到美国，致使美国人口在1820年后飞速增长，其中光纽约市就在1821年后的35年间人口暴增了4倍。为了缓解这个问题，一份由3人领头制定的曼哈顿规划于1811年出台了。规划中，12条大道南北朝向，与密密麻麻的东西街区垂直交错，形成了这样的格子2000多个。至于这样做的目的，报告中是这样写的：良好的空气流通以及举行4边笔直的房子建起来是最便宜的，因为彼时的美国东岸正在黄热病反复爆发的时期，想要整齐干净的街道是不难理解的。但是第二个理由就被吐槽得很厉害了。Thomas Janvier， 一个专门记录美国故事的作者，曾在他一本叫做《The Old New York》的书中，将指定计划委员会称作极其呆板的绅士们，并把整个规划批作赚钱的苦差，认为这是一个枯燥拍脑门的方案，不但忽略了当时的地形和景观，还根本没有考虑过小巷的功能。确实，如果你对比一下同期的伦敦和巴黎，似乎适当的植被和绿地是大都市的标配，但建在哪儿好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叫做 Joneswood 的地方，这里66街和75街之间。但直接购买的话，除了有附近名门望族的反对以外，更重要的是面积太小。用彼时的景观设计大师 Andrew Downing 的话说，就是儿童游乐场。而反观中央公园的方案，虽然价格高出1倍，但是面积却大了4倍之多，赢在性价比。最终在1853年7月，纽约市州议会通过了中央公园法，确定了59街到110街及第5大道到第8大道这么一个举行范围，并开始授权市政进行土地购买。但授权购买不代表交割就一定会顺利，和 Joneswood 一样，被告知征用土地的当地居民几乎本能地站出来反对，只是这一次他们就没有前者那么幸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社区叫做 Seneca's Village， 大约200多人，由自由黑人、爱尔兰及德裔移民组成。可能因为有了前车之鉴，市政这回在正式谈判之前先制造舆论，让公园新建的拥护者与当地媒体对 Seneca Village 的居民污名化，称这里的居民是素质低下、恬不知耻，而这块土地则是流浪与无赖的栖身之所。更有甚者称这里的居民不会死于黄热病，只因死神不愿踏入他们肮脏的屋子。时任项目工程师 Egbert Beale 也加入诋毁队伍，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封叫做《5000钉子户避风港》的报告，称当地居民对英文无知无畏，对法律不屑一顾。一番舆论战后，中央公园委员会便开始介入了为期2年的财产评估，最终敲定平均补偿每个 Seneca Village 居民700美金，相当于今天的2万多。而对于坚持最久的一批钉子户，仅剩的家园也在2年后被强制征收，夷为平地，为公园开道。这1前1后的软硬兼施换来的胜利，甚至被当时报纸描述为用警棍捍卫了至高无上的法律。之后，公园的设计与施工其实也并没有一帆风顺，比如设计师 Frederick Olmsted 与 Calvert Vaux 都经历了离职与返聘，而他们为中央公园量身打造的 Greensward Plan 直到1868年才算修改的差不多。今天的中央公园有花园，有湖泊，有城堡，有剧院，有溜冰场，有博物馆，是坐拥2万棵树的城市绿洲，也是近1000种动物的栖身之所，被纽约人自豪地称为纽约之肺。那既然这么有象征意义，自然是中央公园不能被卖掉的一部分原因。实际情况是，中央公园其实为市政解决的问题，才是其更能体现价值的地方。首先是访客的消费及园林的维护。
以2014年的一篇调研为例，中央公园每天的游客大约是115000人次，而为了维护包括植被、草坪、园林、湖泊、动物园、餐厅、举办活动以及你想要坐的马车，园内就创造了4000多个全职岗位，一年下来差不多是4.7亿美金的经济效益。而如果把周围的博物馆和酒店间接影响也加进来，这个数字可能再翻几番。此外，中央公园带来的社区贡献最主要是表现在市民的健康状况。根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统计，居住环境附近有运动场所的话，每周运动3次以上的人数会提高 25.6%。反之，不常运动和几乎不运动的成年人在医疗支出上分别要多出713美金和1437美金。同时算上间接影响，比如肥胖后再减肥，可能会多支出2600美金或者更多。将这个比例带入到中央公园周边人口，可以从降低医疗开支及提升工作效率2个方面得出年均5300万的经济效益。当然，这些都没有最重要的收入税来的简单粗暴。现在我们都知道，纽约房价看曼哈顿，曼哈顿房价看中央公园，中央公园房价看内环。但最终决定户型价格的是窗户的朝向。在第5大道的公寓里，所谓公园风景可以比都市风景高出75%或者更多。而这些产生的税收才构成了中央公园经济效应中的顶梁柱。1858年，总设计师 Olmsted 曾经评价纽约中央公园体现了美国人的艺术与审美的演变，是美国标志性的民主建设。只是不知道当年被诋毁、驱逐、暴力强拆而被迫离开家园的人们，有没有可能从这个总设计师口中的美国标志性民主建设项目上再分到一杯羹呢？